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世界上最便宜的长寿药，就一个字。一个不知节制的人生，无疑是一场自我制造的灾难。当我们遇见心仪之人，往往愿意像飞蛾扑火一般，毫不保留地倾尽所有。然而最终往往伤及的是自身的脆弱之心。面对心头好的美食，即便身体并无饥饿之感，我们也可能会放纵食欲，大快朵颐，殊不知，这样的行为最终将伤及肠胃，损害身材。为了沉溺于虚拟的游戏世界，我们不惜牺牲宝贵的睡眠，熬夜刻苦，最终使身体的健康和珍贵的人生时间被毫无价值的耗尽。华盛顿曾明智地警告我们，自由如果沦为放纵，必将成为魔鬼的乐园。人生的尺度在于适中，过犹不及。若希望余生健康长寿，福运绵长，我们务必要铭记并恪守一个字：节。一、饮食有节，食色，性也。这句来自孟子的名言，揭示了食物对人类的重要性，既是生存所需，亦是本能的追求。然而，在富饶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对待食物的态度往往偏离了这一本源，沦为了一种过度的追求和享受。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不可忽视的是，过度的或不当的饮食将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无法预知的风险和负担。毫无节制地投入于美食的怀抱，我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，身体的不适和疾病的缠绕，消化不良、肥胖、心血管疾病等问题，很多时候都源自我们对食物无法自拔的热爱和依赖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，对待食物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果腹为主，演变成了一种享受和追求。在这样的变化中，暴饮暴食、过度油腻、无节制的饮食成了一些人的日常。浮士德有言，现代人的通病是热衷于拥有一切。然而，我们真的需要拥有所有食物给我们带来的短暂快感吗？食物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它既能为我们提供能量，也能成为我们感官的享受。但正所谓过犹不及，我们应当学会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保持一定的节制。要知道，过度纵容我们的口欲，不仅无法给我们带来长久的满足，反而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，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受到威胁。科学研究多次表明，适度的饮食和有计划的食物选择不仅有利于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，减缓细胞的氧化进程，还能够助我们延年益寿。饮食当以节制为原则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食物带给我们的喜悦，而非因此而遭受痛苦。让我们一起学习并实践饮食有节，让这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生活方式。二、欲望有节。生活中的痛苦往往源自欲望的无尽膨胀。当我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，我们常感挣扎与痛苦。当期望已能实现时，心中往往充满怨愤。劝诫全书曾这样告诉我们，不抑制欲望，如同飞蛾扑火，只有毁灭为止。贪婪无度，仿若猩猩醉酒，直至殃及生命。然而过度的欲望只会自伤，我们往往在不自知间深陷其中，变得身不由己。在电影《动物世界》中，李军便是这样的一个警戒。他沉溺于赌博的深渊，一再纵容自己的欲望，
最终招来了债务的厄运，而他的生活并未因此转变，反而变得更加失控，也连累了身边的人。欲望一旦失去控制，便会化为牢笼，将我们锁在其中，化为枷锁，束缚我们的自由，更可能成为黑手，将我们推向深渊。只有学会了欲望的节制，我们才能避免成为其奴隶，维护生活的平衡与掌控。一个智者曾言，能够掌控自己欲望的人，即主宰了自己的生活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真正睿智的人，知道何时该放手，何时该持节。只有通过自我节制与约束，我们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人生，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提升与实现。欲望有节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掌握的最高智慧。3. 情绪有节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面临的最大敌手可能不是能力的欠缺，也不是外部条件的困境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情绪。现代社会，鉴于日常生活和工作所带来的沉重负担，我们的身心通常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和消耗的状态，这无疑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荷。因此，很多生理和心理的疾病其实是由负面情绪触发和加剧的。身体中的每一丝疼痛，都或许是内心深处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。要追求身心的健康，首要之务便是学习心理的调试，努力维护一种平和的心态，规避过度的情绪刺激。黄帝内经曾明确指出，保持恬淡虚无，真气将随之而来。精神内守，疾病怎能轻易入侵？情绪的稳定，无疑是最优秀的养生哲学。就如一生的资本中所言，我们永远不应成为自己情绪的奴隶，不应让行动完全受制于情绪，而要学会掌控它，努力主宰自己的环境，将自己从情绪的黑暗中解救出来。在失意之际，保持冷静，不过于发怒或忧虑，能让我们免受忧愁的困扰。在欢愉之时，避免过度的兴奋或喜悦，保障我们的内心安宁。每当情绪波动之时，我们都需要提醒自己，我的时间和生命不应消耗在愤怒之上，成为情绪的主宰者，方能精准把握生命的节律。保持情绪的节制，便是养生的极致之道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若想享有健康长寿的生命，先天的遗传因素固然重要，但日常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也至关重要。理智的节制，便是至高无上的生活艺术。在饮食上有节，我们赋予身体健康；在欲望上有节，我们赢得生活的自由；在情绪上有节，我们享有内心的平和。如此生活，自然拥有幸福、健康与长寿。人的节制，实则是一种高级的生活智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下个视频见。